就在此时此刻，一个编号为3I Fatlas 的天体正处于它横跨整个太阳系的旅途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却无法亲眼见证这一刻。3I Fatlas 刚刚抵达近日点，距离太阳最近的位置正承受着高达每平方米770瓦的炽热能量冲击。如果它仅仅是一颗天然形成的彗星，那么现在本应是它壮丽解体的时刻，碎裂成无数耀眼的碎片。然而，如果3I Fatlas 并非自然之物，那么它或许正在启动某种需要巨量太阳能驱动的复杂系统。无论是哪种可能性，我们都处在完全的失明状态，恰恰在最需要观察的关键时刻，3I Fatlas 巧妙地运行到了太阳的正后方。一位密切追踪3I Fatlas 的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将此现象称为当前宇宙中最引人深思的谜团。经过数月的持续观测，就在这个天体即将面临最严峻考验的当口，它却完美地避开了地球上所有天文望远镜的视线。这种时间上的精确安排，要么是宇宙中最残酷的巧合，要么是某种智慧存在刻意策划的证据，为了避免在最脆弱的时刻暴露自身。真正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3I Fatlas 运行轨道被精确计算到仅有几分钟的误差。这个天体似乎清晰地知道自己将在何时何地抵达近日点，并精心策划了在此时完全隐匿于我们视野之外的行动。在深入剖析并试图证实3I Fatlas 超越自然规律的8大令人费解的异常现象之前，恳请您订阅并点赞我们的内容，因为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将决定我们见证的是一颗彗星的消亡，还是某种星际航行器的启动。最关键的时刻正在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太阳背后悄然发生。当3I Fatlas 在接下来的数日里重新出现在天空中时，我们终将有机会揭晓它的真实面目。必须明确指出的是，3I Fatlas 绝非一颗普通的宇宙天体。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的深入分析揭示，它呈现出8项独立的异常特征。这些特征在已知的自然天体中，统计学上几乎不可能同时存在。当我们计算这8项异常同时发生的概率时，所得出的结果将低到令人难以置信。为了更形象的理解连续5次中彩票大奖的概率，甚至也高于我们偶然遭遇一颗具备3I Fatlas 所有特征的天然彗星的可能性。首个异常非同寻常的轨道，3I Fatlas 的运行轨道与黄道平面之间的夹角仅为5度。黄道平面是所有行星环绕太阳运行所形成的扁平圆盘。对于来自遥远星际空间的天体而言，其运动轨迹通常应是完全随机的，而这种近乎完美的对齐概率仅为0.2%到2%。不妨想象一下，宇宙是一个3维空间，来自其他恒星系统的天体本可以从任何方向进入我们的太阳系。然而3I Fatlas 却几乎精确地对准了我们太阳系的行星轨道平面，仿佛它对目标方位了如指掌。第二，异常，颠覆物理规律的反向彗尾。在7月和8月期间，3I Fatlas 展现出指向太阳方向的喷射流。对于一颗天然彗星而言，这在物理学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彗尾总是指向远离太阳的方向，这是因为太阳辐射会将气体和尘埃向外推开，从未有过例外。然而3I Fatlas 却似乎打破了这项基本的物理定律，形成了直接指向太阳的喷射流。这绝非彗星的典型行为，更像是某种推进系统正在运作的迹象。第三，异常，速度与质量的悖论。3I Fatlas 的运动速度远超同等体积天体通常应有的速度。一般来说，较大的星际天体由于其形成区域的引力动力学效应，移动速度往往更慢。3I Fatlas 的质量据估计是星际访客奥莫莫的数百万倍，但其移动速度却更快。这种组合出现的概率极低，不足0.1%。这就像亲眼目睹一辆满载货物的列车超越一辆跑车一样，令人难以置信。除非存在某种额外的推力，否则现有的物理定律难以解释这一现象。第四个异常，与行星观测的绝佳时机。3I Fatlas 的轨道使其能够近距离掠过火星、金星和木星，而这种时间上的精确度，自然形成的概率仅有0.005%，相当于5%的可能性。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完成这一系列完美的行星巡视后，它竟然能在近日点活动最为剧烈的时刻，从地球的视角完全隐身。
如果我们要设计一项只在研究太阳系行星，同时又能巧妙规避地球详细观测的侦察任务，那么3i Phaedos 当前的轨道无疑是理想的选择。第5个异常工业级的成分。对 3i Phaeatlas 气态喷流的分析显示，其镍元素的含量远高于铁元素，这种比例更类似于人工制造的工业合金，而非自然宇宙环境中形成的产物。这种情况自然发生的概率低于1%。天然太空物体的元素分布往往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而3i Phaedos 的成分特征却如同经过人为精炼加工的材料，带有明显的冶金工艺痕迹。第6个异常，它似乎并非彗星。3i Phaedos 的水冰含量仅为4%。彗星本质上由冰构成，通常含水量高达80%至90%。3i Phaedos 几乎不含水分。从任何已知的定义来看，它都不像一颗彗星。然而，它的行为模式却又像一个来自星际空间的物体。第7个异常，凭空出现的光学特征。3i Phaeatlas 呈现出极端的负偏振现象，这种特征在任何已知的天然彗星中，包括其他星际访客，都从未被观测到。其表面反射光线的方式非常独特，暗示其结构或材质与我们迄今为止探测到的任何自然物体都截然不同。第8个异常与 WOW 信号的神秘关联。令人难以思索的是，3i Phaeatlas 彗星的来袭方向竟然与1977年接收到的著名 WOW 信号的方向几乎完全一致。WOW 信号是人类探测到的最神秘、最有可能源于外星人造的无线电传输。两者方向的偏差仅为9度，这个概率仅为0.6%。两个天文学上至今未解的谜团，相隔近50年，竟然在浩瀚的星际空间中相互指向。这仅仅是巧合吗？数学概率表明绝非如此。当我们将所有这些独立事件发生的概率相乘时，最终得到的数值是惊人的1000万亿分之一。用天文数字来形容这个概率的渺茫，都显得过于轻描淡写，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就在此刻，3i Phaedos 正经历着其整个旅程中最严峻的环境考验——近日点。这个距离太阳最近的点，使得该天体承受着非同寻常的高温与强烈的辐射。太阳正以每平方米770瓦的能量轰击着3i Phaedos。为了更直观的理解，这相当于站在10盏高功率加热灯同时照射物体各个角落的强度。对于一颗由冰构成的天然彗星而言，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如果3i Phaeatlas真如一些科学家所推测的那样是一颗星际彗星，那么此刻它本应已经完全解体并碎裂成无数块。强烈的太阳加热会导致其内部冰层迅速蒸发，产生巨大的内部压力，最终彻底撕裂整个天体。我们本应能够观测到一场壮观的解体过程，天体分裂成多块残骸，形成一个巨大的不断膨胀的气体和尘埃云。然而，我们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从地球的视角来看，3i Phaeatlas 恰好位于太阳的正后方。追踪这一现象的天文学家称，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错失良机。如果地球位于其轨道上的另一侧，即6个月前或6个月后的位置，那么此时3i Phaeatlas 彗星将掠过距离地球仅5400万公里的位置。如此近的距离本足以让我们的雷达系统绘制出其精细的地图，生成3维图像，并最终确定其真实本质。然而，现实情况是，即使在12月3i Phaeatlas 最接近地球的时候，它仍然远在2.69亿公里之外，远远超出了现有雷达的探测范围。我们只能依赖光学观测，既无法解析其细微的表面特征，也无法穿透其可能隐藏的地下结构。这种时机上的巧合几乎显得不像是自然发生的。3i Phaeatlas 似乎精心安排了其穿越太阳系的路线，恰好避开了地球进行最佳观测的位置。如果它真的有意隐藏其真实面目，那么此刻无疑是最佳的时机和手段。但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此刻的3i Phaeatlas 正在经历什么？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它。如果它是一个天然天体，那么它很可能正走向消亡。每平方米770瓦的太阳辐射本应将其彻底摧毁，撕裂成不断膨胀的碎片。当它在未来的数日里从太阳背后重新出现时，我们或许能够看到一颗正在垂死挣扎的彗星支离破碎、四散飘零，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但如果3i Phaeatlas 是一个人造物体，如果它是一个来自其他文明的星际航行器或探测器，那么此刻或许正是其此行的关键目的所在。如此巨大的太阳能完全可以驱动庞大的系统，为巨大的电池充电。
激活那些在漫长的太空旅程中处于休眠状态的设备。一位航空航天工程师描述了这种可能性。在设计星际探测器时，通常会在航行途中采用最低能耗模式以节约能量，但当抵达目标恒星系统时，就需要激活所有的系统、传感器、发射器以及分析设备，甚至可能启动推进系统进行轨道修正，近距离掠过恒星，恰好能够提供实现这些目标的巨大能量来源。3I Fatlas 或许正在利用太阳能进行充电，它可能正在启动那些需要巨大能量才能运行的系统。它也可能正利用太阳能将它在太阳系收集到的侦察数据传回其出发点，借助星际距离来增强信号的强度。当然，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发生，它不过是一颗被恒星加热的太空岩石而已。然而，面对这8项令人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将3I Fatlas 简单的归结为一颗普通的太空岩石的推测显得愈发荒谬。天文学界深知此刻的重要性，已经调动了全球各地的射电天文台进行持续监测，试图捕捉3I Fatlas 从太阳背后现身时的任何蛛丝马迹。据一些消息人士透露，甚至连国会议员也对此事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一位女议员正在积极推动公开一批10月份拍摄的关于3I Fatlas 的机密高分辨率图像，希望这些图像能尽快向科学界公布。显然，有人已经获得了3I Fatlas 的详细影像，而其中揭示的信息非常重要，以至于需要对其保密。这些图像究竟呈现了什么内容，竟然需要国会出面干预才能解密？很可能是关于其表面结构、几何特征，甚至是人造结构的证据。这些图像被扣留的事实本身就暗示着其内容可能挑战了我们对天然彗星的传统认知。科学家们正密切关注着3I Fatlas， 试图捕捉那些能够确凿证明其技术起源的特定信号，包括有意识的机动操作、任何需要推进系统才能完成的航向修正或速度变化。天然天体遵循可预测的引力轨迹，而航天器则可以主动调整其运行路径，释放微型探测器。如果3I Fatlas 释放出能够独立运行的小型物体，这将是其人工起源的铁证，天然彗星不会发射子探测器。无线电信号，任何结构化的电磁辐射，特别是当这种辐射因3I Fatlas 接近太阳而发生变化时，如果它正在充电并激活系统，我们很可能探测到通信或数据传输。人工光源，如果3I Fatlas 自身发出光芒，无论是航行灯、通讯信标，还是系统启动时从窗口透出的光，都将成为无可辩驳的证据。引擎过热现象，如果3I Fatlas 在穿越近日点时表现出比单纯太阳辐射更高的温度，则意味着其内部可能存在发电装置。天然物体不会产生超出太阳辐射的热量。全球各地的射电望远镜阵列正对准3I Fatlas 即将出现的空域。他们正扫描所有的频段，搜寻任何暗示智慧生命的信号。如果3I Fatlas 在绕日飞行时发出任何信号，哪怕只是一个短暂的脉冲，全球多个观测站都将同步探测到。但还有一种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观测者们可能正为3I Fatlas 的出现做准备，而它却可能根本不会再出现。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天然物体，剧烈的太阳加热很可能已经将其彻底粉碎，不留下任何大型的完整物体。我们或许只能在原先3I Fatlas 所在的位置观测到一片弥漫的碎片云，这将最终揭示其本质之谜。然而，即使3I Fatlas 并非天然彗星，它可能不再出现，还有另一种原因。它可能已经利用近日点作为脱离当前轨道的绝佳时机。太阳的引力可以被用作一种弹弓效应，使天体的运行轨迹发生剧烈的改变。一个物体沿着特定的路径接近太阳，但在离开时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航向。如果3I Fatlas 利用太阳引力的助推改变了其航线，那么它很可能正沿着一条我们从未预料到的轨迹离开太阳系。它可能正驶向另一个遥远的恒星系统，完成其对我们星系的初步侦察任务，也可能正在调整航向去探访太阳系中那些不在其原始轨道上的行星。未来数日将最终揭晓所有的谜底。3I Fatlas 要么以一颗解体的彗星形态重新出现，从而证实它始终是一个天然天体，要么以完整的形态再次出现。或许携带着正在运行的复杂系统，或许正沿着一条全新的轨道运行，
又或许正在释放出能够揭示其真实本质的信号。为了理解3i Phalas 究竟有多么庞大，不妨想象一下，我们人类建造的最大的火箭星舰号，其体积仅为这个神秘物体的1%，仅仅是1%。星舰号已经是人类历史上建造过的最大的火箭，高度超过40层楼，能够将超过100吨的载荷送入地球轨道。而与3i Fatlas 相比，星舰号简直就像一个玩具。据估计，3i Fatlas 的最小直径达到了5公里，其质量是奥莫莫的数百万倍，体积则是奥莫莫的数千倍。而鲍里索夫彗星是迄今为止唯一被确认的星际访客。这绝非一个小型探测器或侦察飞行器，而是一个庞大的天体，很可能是一艘主力舰、一个移动的星际基地，或者某种我们尚未建立起概念框架的未知之物。其庞大的体积引发了诸多重要的疑问。为什么要派遣如此巨大的物体进行星际航行？天然彗星的尺寸各异，但人造物体则需要满足特定的建造要求。每增加1公斤的质量，就需要消耗额外的能量进行加速和减速。要驱动一个5公里长的物体穿越星际空间，所需的能量将是巨大的。这意味着，要么这个文明拥有足以使能量消耗微不足道的惊人技术能力，要么这项任务本身具有足以证明其巨大投入的关键意义。除非需要最大型飞船所具备的能力，否则不会建造并派遣如此庞大的物体。究竟什么任务需要一个5公里长的平台？可能的选项包括长期居住，为支持跨越数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的星际航程的船员而设计的世代飞船，需要巨大的空间来容纳生命维持系统、食物生产、生活区域以及一个移动文明所需的所有基础设施，巨大的货物承载能力。如果任务涉及到资源开采或星际殖民，则需要足够的空间来运输采集到的资源，或建立目标星系存在所需的各种设备。先进武器系统，一艘5公里长的战舰能够容纳远超小型舰艇的武器系统、防护罩、动力装置以及各种防御能力。科学研究基地，一个能够移动的星际实验室，如果只在研究多个恒星系统，则需要配备庞大的传感器阵列、分析设备、样本存储库以及大型科研机构所需的全部基础设施。工业制造能力，具备自我复制功能的探测器需要利用当地的原材料建造自身的复制品，这需要配备工厂、精炼设备、装配装置，所有这些都需要巨大的空间。但很少有人提及的是，建造一个比我们最大的火箭还要大数百倍的物体，绝不仅仅是因为技术上可行。如此庞大的体积本身就暗示着一个重要的目的。对于3i Phalas 而言，其目的必然足够重大，才能证明将其运送至星际空间所需的巨大能量消耗是合理的。一位航空航天分析师给出了一个直白的类比，想象一下外星人观察我们的星舰号，并试图理解它的用途。他们会注意到它相对于我们以往火箭的巨大体积，并由此得出结论。他们正在尝试一项宏伟的计划，或许是火星殖民，又或许是大型的轨道建筑工程。3i Phalas 的巨大体量同样暗示着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问题在于，这些目标究竟是什么，又是否与我们有关？未来数日，当3i Phalas 从太阳背后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时，我们所观测到的，或者未能观测到的，最终将解答自其被发现以来不断累积的疑问。情景1：解体。如果3i Phalas 以碎片形态或弥散的残骸云团重新出现，那么答案或许已经揭晓。这可能仅仅是自然规律的作用，强烈的太阳辐射最终摧毁了它。那些令人费解的异常现象，可能仅仅是统计学上的偶然事件，10千万亿分之一的巧合，在浩瀚的宇宙中偶尔也会发生。这个结果可能会令人既失望又感到一丝宽慰。失望在于，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仍然是宇宙中孤独的存在，仍然没有确凿的地球外智慧生命的证据。但令人宽慰的是，这或许也意味着我们并未受到某种先进外星科技的监视。然而，综合考虑3i Phalas 的所有观测数据，其不可思议的轨道轨迹、反太阳的喷射流、工业级的成分特征，以及与信号的神秘关联，彻底解体的可能性似乎是所有情景中最不可能发生的。情景2：完整但失活。3i Phalas 以完整的结构重新出现，但却没有任何活动迹象，没有信号传输，没有机动操作，没有释放任何探测器，仅仅是一个巨大的物体沿着引力轨迹继续穿越我们的太阳系。
这种情况将使我们停留在当前的状态，心中充满疑虑，却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或证伪。那些异常现象将继续悬而未决，却缺乏明确的人造起源的证据。关于3i Felis 究竟是一个技术造物，但处于休眠或损坏状态，还是一个异常的天然物体，争论将会无限期的持续下去。这种情景令人沮丧，因为它无法带来最终的答案。我们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3i Felis 穿越太阳系，最终消失在遥远的星空中，而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晓其真实的本质。这个谜团将永远悬而未决，或许永远没有答案。情景3：探测到活跃系统。3i Felis 以完整的形态重新出现，并且开始展现出明确的技术活动迹象，无线电信号、航向修正。内部动力装置产生的热辐射特征，释放出沿着独立轨道飞行的探测器等等，这无疑将是一个彻底改变一切的场景。如果这些迹象能够被多个独立的观测证实，那么人类将首次接触到确凿的星际技术证据，即使仅仅是单向的能力展示，而非双向的通信。这种情况将触发我们为应对地外智能生命探测而制定的所有规程。相关数据将被全球共享，联合国可能会召开紧急会议，所有主要的航天机构都将动员起来，研究并尝试与3i Felis 建立联系。人类将意识到，在宇宙中我们并非孤身一人。然而，不孤单并不等同于友好。3i Felis 可能仅仅是一个前来研究我们太阳系及其行星的科学探测队，就像我们也在积极探索其他星系一样。但也可能是一支侦察舰队，为其后续主力部队的到来收集情报，或者是一个资源评估团队前来勘察我们星系中值得开发的资源。除非我们能够建立起有效的通信联系，否则我们无从知晓其真正的意图。而迄今为止，3i Felis 号对地球所有试图联络的尝试都未做出任何回应。它要么无法接收到我们的信号，要么无法理解信号的内容，要么就是选择不予回应。情景4：轨道变更。3i Felis 号突然出现在一条完全不同的航线上，它利用太阳的引力实现了转向，可能正朝着太阳系内的新目标前进，也可能正加速脱离太阳系。此举将直接证实其具备主动导航的能力。天然天体在穿越太阳时不会随意改变其运行轨迹，只有配备了引擎和导航系统的航天器才能实现这种转向。如果3i Felis 转向了其他行星，比如木星、土星，甚至重新回到地球附近，这将表明它在本星系内存在明确的目标，并非仅仅是路过，而是有意识地造访特定的地点。如果它利用太阳引力加速驶入一条离开太阳系的轨道，则可能表明3i Felis 号已经完成了其在太阳系的任务，即将启程离开。这看似令人宽慰，但也证实了我们的太阳系可能曾经受到外星智慧生命的监视。一旦某个位置暴露，其他的目标很可能也会随之而来。每一种情景都蕴含着深刻的影响，关乎人类的未来以及我们对自身在宇宙中定位的认知。如果3i Felis 最终解体，我们将明白，即使是10万亿分之一的统计学概率，也可能成为现实。我们或许仍然是孤独的，仍在等待来自宇宙深处的外星智慧的讯息，探索仍在继续，而我们也将从这次虚惊中汲取宝贵的经验。但碎片化也可能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我们似乎已经准备好相信。当3i Felis 带着如此多不可思议的异常现象出现时，科学界和公众的大部分人已经开始接受它可能是人造物的观点。我们或许已经为第一次接触做好了准备，甚至可能过于迫切。未来任何被探测到的异常天体都将面临同样的审视与猜测，我们可能会陷入狼来了的困境，直到我们错过或忽视了真正的技术遗迹。如果3i Felis 最终完整无损却处于休眠状态，我们将永远陷入不确定性之中。它究竟是人造物体但已受损或断电，还是一个天然存在却异常离奇的宇宙访客？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人类社会很可能会分裂成坚定的信徒和顽固的怀疑者。这种永恒的模糊性或许比最终的证实或证伪更令人不安。永久性的模糊性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不容小觑。宗教机构将面临外星生命可能存在的困境，科学机构将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公众则可能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一部分人将 3i Fatlas 视为外星智慧的铁证，尽管缺乏确凿的证据。而另一部分人则会彻底否定其任何特殊意义，尽管存在诸多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然而，如果 3i Fatlas 展现出活跃的技术系统，一切都将彻底改变，这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那将是人类终于知晓星际旅行成为可能，智慧文明并非我们独有的证据。我们身处一个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精彩和复杂的宇宙的时刻，但活跃的系统也将带来紧迫的问题。3i Fatlas 为何在此？它的意图是什么？它代表的是一个寻求和平接触的文明，还是怀有更具剥削性的目的？它是在研究我们，还是将我们视为潜在的资源、威胁或领地？技术差距的重要性将变得至关重要。任何能够驾驶5公里长的飞船穿越星际空间的文明，在技术上都至少领先我们数百年，甚至数千年。这种巨大的不对称意味着第一次接触将完全由他们主导。我们无法强迫他们进行沟通，无法要求他们给出答案。如果他们的意图怀有敌意，我们更将毫无自保之力。一位研究外星文明的专家如此描述这种力量失衡。当欧洲探险者遭遇技术相对落后的原住民时，结果往往对后者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此情境中，我们将成为被探访的原住民，面对一个拥有我们无法匹敌的技术的探险者文明。我们的存亡可能完全取决于他们的道德框架，而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如果 3i Fatlas 号改变其航向，这不仅将证实外星智慧的存在，更表明他们对我们的太阳系有着积极的兴趣。这绝非一次偶然的路过，而是一次有预谋的探索，造访特定的地点，执行明确的目标。这些目标究竟是否直接与我们有关，或者仅仅将我们视为一个有趣的背景生物，还有待未来的验证。此刻，就在你观看这段影像的瞬间， 3i Fatlas 号正隐没在我们的恒星背后，经历着其漫长旅程中最剧烈的考验。而我们完全处于观察的盲区。射电天文台正静静地聆听着看似空荡的宇宙 3i Fatlas 号即将重新出现的那片天空。光学望远镜则精确地瞄准着它应该出现的坐标点。太空追踪网络已经准备就绪，随时探测任何可能发生的航向偏移或异常行为。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科学家、情报机构、各国政府以及无数业余天文学家都在凝视着 3i Fatlas 绕过太阳后将展现的真实面目。那位追踪 3i Fatlas 的哈佛天体物理学家强调了此事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收集数据，以便揭示这个异常天体的真实本质。外星科技的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种可能性。这位哈佛天体物理学家提出的必须严肃对待这种可能性的声明，本身就体现了我们观念上的巨大进步。仅仅在1年前，如果有人提出某个星际天体可能是一个人造科技产物，很可能会被视为哗众取宠的煽动者。而如今，面对 3i Fatlas 所展现的8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异常现象，严肃对待这种可能性反而成为了唯一符合科学责任的立场。未来的数日不仅对 3i Fatlas 至关重要，更关乎人类的命运。我们即将解答一个困扰了人类数千年的终极命题：我们是否是宇宙中孤独的存在？而答案或许并非来自遥远的无线电信号，也并非来自复杂的理论推测，而是来自此刻正围绕着我们的恒星运行的这个神秘天体。如果 3i Fatlas 最终被证实是一个天然天体，我们将获得关于星际彗星及其探测方法的宝贵经验。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历史都正在此刻被书写。在 3i Fatlas 完成其绕日运行并重新回到我们的可观测空间之后，人类文明或许将从一个质疑外星生命是否存在的阶段，跃升到一个确知其存在的全新纪元。决定性的时刻正在此刻发生。在太阳的背后 ，3i Fatlas 正经历着消亡或激活、解体或充能，完成其自然的宇宙旅程，或开启一项我们尚不了解的星际使命。在接下来的48到72小时内，答案即将揭晓。全球的望远镜都将锁定 3i Fatlas 重新出现的身影，海量的数据将如潮水般涌来，分析工作将立即启动。而无论这些数据最终揭示出怎样的真相，人类都将被永远的改变。